今天我来直接展示一套铁板烧完整套餐，有高档铁板烧常出现的干贝到牛排，还有最受欢迎的脆皮鸡腿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些在家里都能实现哦。欢迎收看克里斯餐桌，我是 Chris。各位猜得出来这是什么东西吗？今天来开箱一个特别的东西。我敢说啊，台湾的 YouTuber 没有人比我更适合开箱这玩意儿了。不如说，先组装起来看看吧。是的，没有错，这是一台铁板烧。这是由 All Rover 与喜特利联手开发出来的 Miniyaki 折叠铁板烧。为什么说我很适合开箱这东西呢？是因为小弟我过去从事铁板烧工作已经有10年啦，所以呢，我收到这个产品的时候实在非常兴奋哦，因为这个是我目前看过最接近铁板烧原型的产品了。首先你们看，它有一个很高的角座，底下有很大空间，没错，这是给你们放瓦斯炉的。你可以在下面放卡式瓦斯炉，甚至直接搬上炉台都可以。一般明火铁板烧就是这样子设计的。再来是铁板上这个洞哇，这也太复刻了吧，形状一模一样。这个是给师傅清除油水用的，我们业界叫垃圾桶啦。而且据说只有台湾的铁板烧有这种开口的设计哦。我们在底下放个小容器就可以捞油水了，只是对我个人来说不太实用啦，因为我过去做过店都没有这种设计。但是这个对家庭用户来说就会非常方便哦。然后铁板烧四周围包起来，这个餐厅也有做，只是没有这么高。家用的范围小确实得做高一点。旁边这个延伸的支架可以让你放这一个折叠盖。顺便科普一下一个没用的冷知识哦，铁板烧那种圆形的锅盖在业界叫做铜帽。因为早期的铁板烧都是属于高级餐厅，锅盖都是铜制成的，这个盖子就会像个帽子，所以叫做铜帽。虽然现在都不用铜了，都是用不锈钢的比较多，但是还是习惯叫铜帽。那说到材质的部分，餐厅用的是中碳钢，而 Miniyaki 用的是304不锈钢。这一点我觉得对家庭用户来说非常重要，因为不会生锈那碳钢虽然导热性比较佳，但是很容易生锈，师傅们得每天细心保养，而且作为营业用得做得非常厚实，蓄热足够才能达到非常高的温度，一次料理几十人份都不是问题。但是放在家庭用途，这些都不需要使用不锈钢确实是个好的策略，而且也不宜做得太厚，不然这一组会超级重哦。如果你要做跟铁板烧一样厚，那我猜这一组可能10公斤起跳。所以综合考量也不难在铁板，其实应该叫钢板算了啦，好难听。所以综合考量也不难在铁板上看出设计上的取舍。那这些就凸起来像一样的就是底下加强固定的焊点。这个正式上市以后会再打磨过，但我觉得瑕不掩瑜啦。要做到这种售价跟重量，这是能够理解的。而且这使用体验上来说，并不造成妨碍。你们知道对厨师来说，铁板烧最大的魅力在哪里吗？因为一般的锅子一加热，整个锅子都一样热，而铁板烧的加热范围是从中间往外递减，也就是说，只要你移动食材，就可以从外围不会烫的区域一下移动到高温区域哦，而且完全不用等过热你可以任意的选择温度区域，还能放多种食材，依照所需的火候调配位置。你想想以前是你傻傻在等过热，现在你是有选择权的，今天要下哪，老子决定，不用等，是不是很爽？首先我们得倒着过来，从最后的甜点、红豆馅还有饼皮开始准备。这些虽然没有难度，但就是需要时间鲜奶油得注意看标签，不要买错咯。要买乳脂含量35%以上的会比较容易打发。如果中文没有写，也可以看英文。像这个35.1 fat 就是说明它的乳脂含量，而且产品名称也会写 whipping cream， 意思就是打发鲜奶油，很容易理解。另外跟料理无关的温馨提醒红豆请用容器收纳好，不要遗漏掉。万一不小心落在角落，猛一看真的很像蟑螂的蛋蛋，很吓人洗红豆这边是300公克，今天带来是比较简便的做法，所以腌过就好了，不要太多目的只是要煮熟。接下来让我偷懒一下使用智能程序吧。
你可以利用煮的时间做很多事情，所以我们才要把准备甜点放到最前面。来吧，看看成果如何。Holy shit，太烂了吧！我再也不要相信什么智能程序了啦。虽然不太会影响到我后面的使用啦。把汤沥掉，甩一下，把汤大致甩干，倒回刚刚的内锅，加入3温糖，这边下的是50公克，我做的是减糖版哦，你们可以加75到100都可以。糖趁着搅拌直到全部融化就可以了，再倒回刚刚的滤网继续滴水，把多余的水分沥掉，顺便降温，直到没有水渗出来，而且也完全降温了，倒在一个 tray 里面，摊平，就这样放进冷藏，不用盖保鲜膜，让它继续降温，顺便脱点水分。刚刚沥起来的红豆汤可以留着，加点牛奶给你女朋友喝，超贴心，前提是要女朋友。这段时间我们就可以用来打饼皮，这没什么难度，只是记得面粉要过筛，打3颗蛋。加牛奶打成面糊，甩动你的麒麟臂吧，直到全部打匀了，再加入已经化开的无盐奶油，奶油完全搅拌均匀后，接着过滤就完成啦。放冰箱5天内用完。饼皮打完后，接着打鲜奶油。麒麟臂的工作很多哦，所以如果你有桌上型搅拌器，就容易很多了。奶油打发后，再把冰凉的红豆馅倒进去搅拌均匀就完成了。这个超好吃，吃起来就像红豆牛奶冰一样。装进保鲜盒放冷藏，5天内用完。今天依然用的是 CP 值之王板件，我要带给你们这块肉另外一种修法，也是最常见的。我们都知道头段的筋最厚最粗，今天的目标就是把它修掉。按照惯例，先把表面的油去掉，再把筋修掉。接下来就是重点啦，这条筋一路延伸到后面会越来越薄。所以我决定在中段到1/3处的地方下刀。下刀的过程，你也可以感受到筋很容易被切断。外面卖的切片板筋牛排就长这样子，但不可能每一片的筋都这么薄哦。超市的做法比较粗残，连头段厚的筋也都切给你。这次很简单，贴着筋往后面切就可以了。一边往后切，一边注意看后面刀子有没有落在中心点哦。继续往旁边平移，断开，分成2片，把另一片也修下来。再把旁边残留的筋修干净就好了。分切以1份牛排的重量大约200公克来算的话，大概这里下刀。大概200公克，大约7盎司，标准。当然，实际上铁板烧给的没有这么多啦。大多铁板烧给的牛排重量都在90到120公克左右。毕竟他们不是只吃牛排啊。分切好的牛排用保鲜膜仔细贴好，避免有过多空气。好啦，我们修好的牛排全部包装完成，还有这一块待会要煎的。终于实现我在铁板烧煎7盎司牛排了，嘿嘿。今天用的是8P 的草虾哦，也就是一盒里面有8只，这铁板烧常用的规格，算不错的。只是这虾好小啊，难道虾子也遇上通膨了？我不在铁板烧这几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至少干贝不会骗人。产地日本，一盒1公斤，生食级不用怀疑，规格 S。这边科普一下日本干贝规格的分法哦。LMS 大中小这个我们都知道，而日本干贝分得更细，由大至小可分为 3L、2L、L、M、S、2S、3S， 一样都是1公斤一盒，所以规格越大克数越少。而买回来的干贝，我会建议你用夹链袋分开包装，减少空气流通，毕竟这是珍贵食材啊。当然冰箱空间有限，我盒子就不留了。而干贝退冰就得放在容器，最好是垫个网架，放冷藏慢慢退冰。下锅前表面擦干就可以了。而干贝的侧边都会有一条令人讨厌的筋，它是连接贝柱本体与贝壳的筋。通常厨师都会把它去掉，毕竟它口感比较韧啦。但你们也不要丢哦，把它集中起来，之后炒菜或煮汤加进去，味道超甜。蔬菜的备料很简单，豆芽菜泡水。高丽菜要切小片，拜托，这是铁板烧要用的，不要再坚持手撕派了，用途不同。好啦，洋葱是葱段、蒜末、葱末，还有配肉下酒的蒜角，各种辛香料都到齐了，开始出餐吧。基本工具如下：装水、装油的容器各1罐，海盐、黑胡椒。而这个铁板烧刀叉你们不用在意哦，这是我以前吃饭的家伙。还有纯棉的毛巾，一定要纯棉的哦，才耐热。那当然，Miniaki 本身也会附一组铁板烧的铲子给你。那我这边可以顺便分享一个不重要的冷知识哦。其实他们附的这一组呢，严格上来说叫牛排铲，而我用的这一组是日本制的铁板烧铲。差别在哪呢？第一个，日制的铁板烧铲颈部比较厚，牛排铲颈部比较薄。但是到了铲面就相反了，铁板烧铲是薄的，牛排铲是厚的。
到了尖端就更有趣喽。铁板烧铲到结束就是一个平面而已，而牛排铲是一个尖尖的斜面。这就说明2个功能哦。铁板烧铲它主打是灵巧运用，除了比较轻薄之外，颈部做了强化。而牛排铲比较多功能性，它除了可以压肉排之外，也可以做个简单的切断工作，像早餐店就很适合。至于这个化学柠檬汁不是拿来喝的，先卖个关子。铁板上炉台，按顺序会先从海鲜开始，再来是鸡腿、猪肉片还有牛排。现在是大火热锅，大约1分多钟左右，感觉是蛮烫的，撒点水试看看。没问题的，够烫。下点油，快速涂开，分布均匀。先来点杏鲍菇当做配菜，来回滑动一下，让它吃多点油。看吧，才煎半分钟，就有这种焦黄的效果了。先不要高兴太早，因为目前才1个食材而已。马上铁板烧的第1个功课就来了，随时擦拭一下铁板，在油或酱汁要焦化的初期快速擦掉，这可以让你料理的过程铁板都保持整洁。再来点芥蓝菜花，打点盐预先调味，移到角落低温区倒水，让它在旁边煮。有时候少量的蔬菜不一定用盖头冒焖哦，像这一点的话，水烧干之前就会煮熟了。杏鲍菇切开比较好入口，铁板中间下点油，干贝下来，撒点盐，盘子先上来准备摆盘了，来点蜂蜜芥末。这是铁板烧蛮传统的一个酱汁哦，我之前在学大叔那边也有做过，有兴趣点击右上角看一下做法。应该要全程保持大火，不然光靠蓄热很难维持高温，但也不能再煎了，再煎就熟了。起锅吧，有达到目的就好。好了，第1道香煎干贝佐蜂蜜芥末完成。那刚刚煎干贝表面的锅巴已经完全干了哦，我们可以用铲子板这样子刮除。然后偷偷告诉你们，干贝的这个锅巴超好吃，在专业铁板烧它是可以铲成一片像饼干一样的。倒水，我比较喜欢把油水赶到这个蓄水槽，虽然这不是设计的初衷啦，但我觉得超方便啊。好吧，使用在个人你们参考就好。这样子你们餐间的基本清洁就完成了，尤其是海鲜跟肉中间，味道才不会沾染。继续热锅不对，热铁板下油，虾子进来。我们做一点传统口味的炒点葱蒜末。先给虾子翻个面。这样子翻面超方便的啊，不用局促锅子太小挡到不好翻。把葱蒜末炒出香气，让它们上色有点焦香味。展现点绝活的时候了，把虾子倒着立起来。以前小朋友看到师傅做这个动作都会说：“妈妈，虾子站起来了。”孩子，它是倒立，不是站。OK。炒好了葱蒜末撒上去，加点水，来看铜帽，让水蒸气焖一下，把味道融合在一起，大约30秒左右就好了。很不错，香味都融合在一起了。摆上盘子盛盘吧。好啦，铁板烧的蒜蓉虾完成。倒点油煎蒜头，推去旁边待着慢慢煎。再来就是你们最期待的脆皮鸡腿排啦，只要蘸面粉沾低筋的就好。放在高温区的外围，鸡腿有4个边，我们一次煎1个边慢慢煎。这个空档你就可以拿来做很多事，譬如加速蒜头的进程，拉到高温区快速炒上色。大致上色以后，就要开始进行脱油，把蒜头挑起来，把油赶走，如此反复把油沥干。脱干后的蒜头可以移到低温区待着，利用铁板的温度慢慢烘烤，它的风味会进一步浓缩。至于要烘到多焦，就看个人喜好咯。看一下鸡排的第一面，不错，可以翻面了。继续利用时间做其他的事情，接着要炒的是肉片，直接把蒜油拉进来炒洋葱爆香。洋葱炒出香气，就下猪肉片，把重叠的猪肉片分开来，撒点盐，转点胡椒，混合炒在一起。倒铁板烧酱，倒点水，水不要超过姜的一半就好了。混合在一起炒一炒，酱汁受热后就是很好的导热媒介了，肉片可以很快的炒熟。盛盘，平价版铁板烧的炒猪肉片就完成了。好啦，鸡腿的4个面都上色了，可以立起来了。把油滴干一点，看吧，是不是很漂亮？又平整又脆。把周围的油都推进去，能省油就尽量省，不要浪费。利用这点时间来做最后一道主菜板腱牛排。下点油，下锅。一样生肉表面先撒点盐，
看一下上色了没？差不多了，可以先翻面，很快哦，不到1分钟。我们的鸡腿排差不多了，来上盘子，纵切对开，1刀、2刀，再1刀，哇，劈掉了，没关系，问题不大，盛盘。这块板腱肉质不错，其实是有条件可以切成骰状的，也就是说不分顺纹逆纹，但它蛮厚的，我还是把它切成片状好了。先把切口封起来，继续改成条状，继续封边，翻面再封。蒜头另外盛起来就不放盘子里面了。封好边的牛排先推到低温区休息一下，整理一下铁板，准备炒豆芽菜，下点油，把洋葱拉到高温区稍微炒一下，再推去旁边待着慢慢煎。先试切1块，切成厚片。把切面放倒煎一下，再翻面快速压一下，好，缠起来。所以到这边各位就可以看出，铁板烧煎牛排的逻辑跟以往所说的静置回温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。铁板烧把煎跟切2件事情合而为一，不断的实时动态调整，把生肉煎上色，封边，继续切，继续封边，最终达到顾客需要的大小跟熟度。所以就牛排来说，西餐跟铁板烧的用餐体验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个人2套经验做下来，觉得各有千秋。而且你看我这块牛肉煎这么久，有灰边吗？并没有，切面还是一样粉嫩漂亮啊。好啦，最后一道双人主菜脆皮鸡腿板腱牛排完成。最后当然别忘了，在盘子上撒点海盐，转一点现磨胡椒。这可是贡布胡椒啊，贵贵的。再回来看洋葱，已经在旁边煸得金黄焦香了。豆芽菜进来，来点葱绿，撒上1层盐，胡椒越多越好，豆芽菜就是要很多胡椒啊。再淋个铁板烧酱，洋葱上来，好啦，慢慢的摊开收合，利用酱汁还有豆芽菜本身的水汽，还有洋葱丝的热油，把豆芽菜炒熟。我发现这样子连续作业起来，这个小铁板会有点力不从心。最主要是我连续出餐太快，铁板的蓄热一直被我榨干，来不及加热。不过呢，问题不大，一样可以炒出又脆又挺的豆芽菜。好啦，把酱汁稍微洗一下，重新蓄热后继续炒高丽菜。铁板烧的高丽菜超推荐加点辣。高丽菜下来，撒盐，蒜末捞上来，来点水，盖上头帽，大概半分钟，打开看看，软了，炒一炒。主要是要把底下的捞上来，上面比较干的往下炒，混合均匀，熟度也会均匀。菜梗较粗的地方就像这样子压断、划断。好啦，可以起锅了，摆在豆芽菜旁边。谁说高丽菜、豆芽菜只能2选1？我全都要。最后继续来个甜点吧，面糊往中间倒1匙，它自然就变成一个圆啦。圆。铁板变形啦，也是啦，被我操这么久，没关系，来都来了，难不倒我。还不错，红豆馅，折起来，好嘞，完成。现煎的就是好吃。好啦，铁板烧的红豆半月烧完成了。可以啊，美派。没想到时隔多年，我居然可以在家实现出一套铁板烧的全餐啊！虽然食材没有到很顶级，但是样样到位，该有的都有，连我这个专业铁板烧师傅都认同了。各位在家一定能体验到更多乐趣哦。看看这个鸡皮，哎呀！在要整理之前呢，最好先在炉台上做一次初步的清洁。先来点水，用这种焦炭菜瓜布，放到铁板用铲子顶着刷一刷。如果铁板冷了，就开火让它加热哦。油污在冷却情况下是很黏的。铁板够热就可以把火转小一点了，或者你也可以拿这一种不锈钢专用的钢丝绒菜瓜布，这一块我用很久了哦，刚好用完就淘汰。等到表面的垢都刷掉，但是还是黄黄的时候呢，来火转小一点，把你的化学柠檬汁倒点下去。接触到铁板的地方马上就变白了哦，赶快趁热刷开，刚刚高温区被烧得焦黄的地方马上就还原了。至于这个被我装有水的蓄水槽，那更好洗，底下都是水，根本不会焦。
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内容。如果各位还想看我用铁板烧煎什么，再留言告诉我吧。我是 Chris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